不看更焦虑第21集，躁郁3级症。一般我们说躁郁症啊，或者叫做双极症，那是指躁跟郁。那方医师呢特别把它变成3级。那我们来看看这到底是怎么回事。那躁郁呢是一种很形象鲜明的疾病啊。那躁发作的时候啊，整个人活跳跳的，他是几乎可以不用睡觉的，然后讲话讲不停，那唱歌跳舞无所不能，还觉得自己呢非常的厉害，非常的伟大。如果投资的时候就可以这个大胆的投资下去，那买东西呢也会拼命的买，整天大脑想不停，那都坐不下来，这叫做躁症。那躁症也算是人生高光的时刻啊，觉得自己呢非常的厉害，非常的美好。可是这一种寅吃卯粮的做法，会把大脑的多巴胺用完，然后就开始进入小郁。那小郁呢，就是一种大脑的能力已经降低了，而且甚至降到平常的水准以下。那没办法启动大脑的结果遇到一些小事情，比较繁杂的事情，他就觉得不耐烦。甚至大脑失去理性的结果呢，动不动就会跟人家起冲突，那容易暴冲暴躁，那是一种小郁的状况。所以小郁可以当作是大脑能力不足不耐烦的结果。那接下来呢还没有见底，它继续见底多巴胺见到底了以后，整个大脑无法启动，那进入休机关机的状态，甚至整天躺在床上完全没有动力，连上厕所接电话都不行，连看电视都不会转台的，这种状态叫做大郁。那经过一段时间的休息呢，他又回到正常。那这样周而复始的现象呢，就是躁郁症的全貌。所以躁郁症是一个长期的疾病，那不断从躁、小郁、大郁这种3级的变化，在这轮回周转。那躁郁症是什么病呢？躁郁症一直都没有被明确的说明。躁郁症是一种多巴胺起伏的病。多巴胺起伏的病，多巴胺是我们大脑里面一种强力的神经传导物质，它专门负责润滑我们的前额叶。它没有润滑整个大脑，润滑我们的前额叶，启动前额叶。前额叶是让我们可以去活动，去积极思考，去设想，去想象的一个大脑的这个地方。多巴胺很高的时候它就会产生大脑过度的激发，然后就会很多的想法跑出来，那他很多计划要做，然后整天都停不下来，觉得所有事情都是有趣的，都是要做的。那是一个多巴胺太高的一个状态。那这种状态呢，如果一辈子都这样，那不就很好吗？没有，多巴胺不是无限供应的，所以多巴胺过度使用的结果它就会开始衰竭。等到多巴胺衰竭小低的时候，比正常还低一点的时候，就出现方医师刚才讲的小郁的状态，怕反的状态。等到多巴胺最低的时候，基本上就是槁木死灰当做一个活死人一样所以躁郁症是一种多巴胺起伏的疾病。那躁郁症为什么会这样子呢？好，我们来看这个结构图我们多巴胺跟血清素它会互相帮忙的。多巴胺会启动血清素，因为我们多巴胺高的时候呢，我们前额叶呢变得比较活跃，我们勇于挑战那我们要去接受这种挑战的时候，我们必须要无畏无惧所以他就会找血清素这个战友来帮忙。所以血清素呢，它会跟着高起来。那血清素是可以去安定杏仁核的，那前额叶也可以安定杏仁核。所以不管是从血清素跟前额叶，都可以让杏仁核呢变得更稳定，不会害怕，无畏无惧的勇者可以往前冲的英雄所以这就是多巴胺高的时候产生的躁症的这个神经生理的分解图。那这种状态有什么特别呢？一个人无畏无惧的时候所有事情都不害怕的时候，他甚至可以在马路上唱歌，跟陌生人握手，一讲话讲1-2个小时的他可以到处去找人分享的那这就是躁郁症的躁的状态。那躁的状态这么严重的时候，郁的状态就会这么的严重。我们来看看当躁郁症的郁发作的时候，
也就是多巴胺降到谷底的时候啊，不管是血清素降低、前额叶降低，都造成新人过度的激活啊，所以呢，这个人会变得非常的担忧、害怕、恐惧啊，但是是隐形的，因为他的前额叶是降低的，所以你看他好像完全没有活力哦，然后躺在那边很累哦，但是他大脑或内心是非常焦虑、紧张、恐惧的，所以自杀率就会变得非常的高啊。他不是只有单纯的疲倦而已哦，他是内心很恐慌，但是大脑很没力，所以躁郁症患者的自杀比率比一般人还要高20倍啊，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啊。所以有1/3的躁郁症患者在他的患病当中都曾经试图自杀，所以自杀率在所有的诊断里面躁郁症的自杀比例是最高的。那这是一个很严重的社会问题哦。常常我们都有看到一些科学家、音乐家、艺术家，然后社会新闻出现说跑去自杀了。那这些躁郁症的患者呢，他们在躁发作的时候是非常有创造力的，所以他可以提出我们一般人想象不到的作品，不管在音乐创作艺术创作这些艺术家们把欢笑放在舞台那私底下呢就是很忧郁，那忧郁到不行的时候突然自杀了，吓了大家一跳。原来人前人后有2种状态那躁郁症的自杀呢是很坚决的它不像一般忧郁症的患者会模棱两可，然后打电话跟人家说我吃安眠药了，那我准备跳楼但是跳不下去的。躁郁症的自杀呢是很激烈的，所以他们自杀成功率也很高所以躁郁症的自杀是一件很严重的事情。那方医师说如果你听到你的朋友说要自杀我跟你讲，你不要说不要想太多啦，赶快去睡觉啦，这种话没有用。因为一个人会自杀虽然是一时的事实上就是一时的，你只要那一段时间，比如说那一天你把它 hold 住，等到这个念头过去以后他就不会去踩上那个自杀的按钮了。你只要帮他度过那个最危机的阶段而不要讲风凉话说哎呀不要想太多啦，早点去睡觉那这样子没有帮助。你只要陪着他撑过那半天，撑过那一天，自杀这个念头就会过去了。所以如果你的朋友是躁郁症跟你说他不想活了，你千万不要不当一回事那思觉失调症跟躁郁症呢，它遗传几率很高，它大概算是前2名的啦。那这2个病很接近你不要以为说是非常不一样的病这2个病都是多巴胺的问题像躁郁症就是多巴胺起伏太高太低太高太低，因为多巴胺的回馈机制有问题，太慢了，所以造成多巴胺起伏的现象。那思觉失调症呢，也是多巴胺太高，它比较没有那么起伏，但是多巴胺平均偏高。当它遇到一些刺激的时候，它的多巴胺的作用太强，造成幻觉幻想，而且还必须要神经纤维不好，才可以把这些幻觉幻想留下来。所以这2个病可以基本上讲都是多巴胺系统有问题，那它的这些基因的设定上呢，有先天的遗传的问题。那如果说今天你爸爸或妈妈，也就是1等亲的家长呢，有疾病的话，你大概会有1成是被遗传的。如果你的兄弟姐妹呢也有问题的话，你也是1成被遗传的。但是如果你爸爸妈妈2边都有问题，那你遗传几率已经达到5成了所以你有时候会发现全家都有躁郁的问题那既然你有躁郁症，你先天不良怎么办呢？如果你今天你自己或者是你的朋友或者是你的家人有躁郁症，该怎么办呢？好，那当然一个人躁起来，不管是非常的急躁，或者是很冲动会骂人，有些人呢就会想说，那我给他吃镇静剂，让他不要那么急躁让他先 calm down 下来。那镇静剂可不可以用？当然可以用它是一个现代医疗的武器自从我们1970年左右开发出这个镇静剂之后那就被大量使用的当然可以使用吃了之后好像大脑被关机一样所以是拿来救急，它是一个家里必备良方但它的功能就是短期的，你不能把短期的变成每天固定使用的。
如果每天固定使用会怎么样呢？天天吃镇静剂，把治标拿来当做治本，然后每天都用镇静剂把它压下来，就像把它关在笼子里面一样。那镇静剂呢，只要那种效果很强的都会有代价的。那个代价就是说啊，你越吃越没效，你必须要加量。然后这时候你突然觉得害怕了，不吃了，整个停下来了，你会戒断症候群啊。这件事情就像什么一样呢？就好像以前啊，这个苏联跟那个德国在打第2次世界大战啊，苏联的士兵啊，前面有德国的机关枪，一直飙的在打，说不敢往前跑，对不对？死很多人，对不对？他们就往后跑，结果往后跑的时候要撤退嘛，既然苏联也摆了一个机关枪在那边，谁只要往后跑的被飙，所以苏联的士兵很可怜，前面有机关枪，后面有机关枪，两边都有机关枪啊，所以他们一定是必死无疑啊。所以吃镇静剂如果天天吃到最后啊，就是跟苏联的士兵一样，前后都有机关枪，必死无疑啊，不是讲那么严重啊，收回大的代价就对了所以来说就好像你吃镇静剂，那你天天吃啊，你就有点像加入黑社会呢。那有人加入黑社会10几20年啊，他突然跑来方医师说，方医师我要停掉镇静剂，那我说你至少要留下一手一脚因为要退出黑社会不是那么简单至少要留下一根小指头作为纪念好，下一张。那台湾镇静剂安眠药的处方啊，是亚洲之冠呢。我们在亚洲里面吃安眠药镇静剂的比例的量是亚洲第一呢。那我们世界排第几？排第2，我们只输智利智利这个国家可能环境比较有压力还是什么，竟然比我们多一点那台湾对于那个比如说有忧郁症的长辈那就是情绪疾病的人我们曾经有调查过呢，我们在亚洲里面也是第1名呢，大概有70%左右都在用这个镇静剂呢。那如果我们跟美国比的话我们比例更大呢。在这个台湾主要有情绪疾病的病人使用镇静剂几乎将近90%呢，80%多。然后如果是美国他们使用镇静剂来治疗这些情绪疾病也才1%多呢，一个是80%多，一个是1%多。然后美国人使用这个半年再去看他们只剩下1% 的人还在用镇静剂，那台湾还有50%以上都在用镇静剂呢。所以台湾不但用得多，还用得久呢。所以台湾的医生不知道是怎么说，太认真了还是太偷懒了。因为镇静剂治百病，所有情绪的毛病只要用镇静剂把它盖住就可以了。就好像方医师每次都讲这个笔太卫生的这里如果假设有一坨东西那台湾的医生都喜欢把它盖住，然后拼命研究说如何把它盖住，要盖足够多的布，让这个脏东西不要有味道臭出来。那这样算是认真还不认真？照理来讲，应该认真的把这团东西把它拿走而不是说一直研究要用什么布把它盖住。所以台湾的镇静剂呢，用的太马虎了，用的太多了。那镇静剂滥用还有2个问题一个就是上瘾嘛，当下就是上瘾了。上瘾就是吃药效果越来越低，但是不吃不可。常常你看他吃好几颗镇静剂他没有很大的效果的呢。但是他为什么还要吃这么多量？因为不吃这么多量的时候更痛苦。所以你不要说吃20颗史蒂诺斯，它不是为了睡觉用的，它是为了不要有这个戒断的痛苦用的。那你看吃毒品的也一样一开始吃毒品是为了去感受到那个快感用的，可是后来吃了好几年了，然后吃毒品的目的不是为了那个快感，是因为不吃会很痛苦的，是避免那个痛苦用的。所以安眠药镇静剂就有耐受戒断的问题。那第2个就是失智失能。镇静剂会把我们的大脑关掉我们的大脑可以说24小时在服务的，它连白天服务以外，晚上也在服务它晚上熟睡，它是在做事的，那个在做梦也是在做事的。结果你用镇静剂把那个晚上的8个小时直接拿掉了呢，让他都没有机会去洗大脑跟整理大脑所以长期下来也制造很多失智失能
那台湾虽然平均年龄比较到位但是已经输那个日本、韩国了所以台湾的那个年龄已经在降低了但是除了年龄降低以外，台湾失能的年龄在增加呢。也就是说，你活到80岁好了，你可能平均有8年是失能的。所谓失能就是不能照顾自己所以台湾已经变成一个很奇怪的国家，就是医生很认真，病人很认真，但是平均寿命还有这个失能失智，就更不用讲说癌症的存活率等等等都在降低，在发达国家里面呢有往后排的趋势这个除了救急治疗以外，我们要怎么样去长期治疗躁郁症呢？既然躁郁症是一个多巴胺起伏的病那我们就要给它一个多巴胺稳定剂什么叫稳定剂？也就像一个锚一样你看一艘船停留在港口，那海浪汹涌那你就要下一个锚，让它不要飘来飘去的。那个锚呢，就是多巴胺稳定剂。多巴胺稳定剂有什么效果？当多巴胺高的时候，这个稳定剂呢，当做一个缓冲可以把它拉下来。当多巴胺低的时候，这个稳定剂也自当一个缓冲，把它拉上去。所以呢，它可以让上下都拉近，就好像一条弦平常松松的，两头拉它就可以紧的。所以多巴胺稳定剂是这个比较现代的第2代的抗精神科的药物了比如说像斯乐康、安利富、乐图达，那这些药的确也可以用在这个思觉失调症的病人，它也是一种多巴胺不稳定的病嘛，那也用在那个躁郁症的病人。所以躁郁症的病人你不要很担心吓到说我怎么都在吃抗精神病的药，你要把它当作是一个多巴胺稳定剂。那像这个乐图达算是这个比较新的药我没有要做任何药物的宣传我的意思是说你要用一个高级的有效率的药，然后它的副作用比较少，那它的作用比较多面，那吃的时候可以滋养大脑的，那当然就可以考虑比较新型的高级的多巴胺稳定剂来帮忙自己而不是吃了4、5种各式各样的药，让大脑搞得很奇怪。再补充一下刚刚的药物，你除了吃多巴胺稳定剂还有时候会被开到一些抗癫痫的药，像地巴颠乐密达啦，那些都属于抗癫痫的药。抗癫痫药呢，它的目的就是让你的大脑呢战力比较弱一点，所以有时候躁郁症的患者他还会拿到一些抗癫痫药那是为了预防你的郁的对于躁就比较没有预防到。那多巴胺稳定剂呢，对于躁跟郁呢，它是可以比较平复的。至于镇静剂呢，就永远都是救急用的。那躁郁症的病人呢，是有遗传性的问题的，也就是这台车在出厂的时候就有一点先天不良所以呢，莫名其妙呢就会变得不平静他们也有得到好处他们好处是什么？他们的生活，他们的人生是属于蹲跳的人生蹲得很低很郁，但是他会跳得比较高所以你会看到社会上很多艺术家或者很多名人看起来很风光，然后很幽默、很风趣、很欢笑、很睿智，这些人呢，有可能背后都有一点躁郁症的可能性他们为什么会做出比较不平凡的事呢？就是因为他们有蹲跳的表现所以以前美国一个喜剧大师就莫名其妙自杀了，大家都觉得很意外因为他平常眼前都是很幽默欢笑但是他的痛苦没有人看到那我们先天不良怎么办呢？先天不良要解决这个生理的问题呢，最实在最方便的就是要吃一个多巴胺稳定剂当做一个基本盘但是全部不是只有靠药物能不能不靠药物，或者说把药物当作基本，然后再辅助一些心理的作用力，那让自己不平静变平静。方医生跟各位讲，最重要的就是对这个病有自觉自己看到这个病有人都否认他高光的时候他觉得很厉害，是自己厉害，他郁的时候怪别人然后就永远没有机会好。第一个就是要看到这个病，那看清楚了，你这个病自己就会减少力道了。比如说我有一个好朋友他每次发作躁或郁的时候，他就会请假他知道如果不请假他去公司上班他会出事
所以他就会躲在家里几天呢，然后让大脑好好的休息呢。休息之后就过去的，过去就好了。所以他对于自己的病有很高的自觉。那平常呢躁的时候呢，你就不要让自己太躁、太疯狂。郁的时候呢，有点小郁的时候，就好好休息，不要再用掉大脑的能量了。这时候就不会进入极端的状况。所以懂得使用大脑的方法，大脑知道如何用力，对于躁郁症也是很大的辅助呢。所以躁郁症呢是一个不可避免的病，那怎么办呢？那就是用基本的药，好的药、高级的药、稳定的药，再加上知道大脑如何用力，自己会认清这个疾病，那这样才可以过平凡而幸福的生活。以上各位分享，谢谢。想要从医学的角度来了解人生的问题吗？记得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分享给所有的亲朋好友，让我们一起提升台湾的医疗文化。